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如果希望一生都能充满活力地享受生活，那么有一件事情比运动、比饮食控制更重要，那就是首先要做的事情：温暖您的内脏。今天我想为大家解读的是《无论如何要让内脏保持温暖》这本书。没有人希望在将来患上严重疾病，给家人带来负担，或者忍受着疾病的痛苦。大家都希望能够一生保持健康的身体，享受生活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可能在你们中间，已经有不少人为了不发胖而注意饮食，或者用补充剂来弥补饮食中缺乏的营养素，定期运动，确保充足的睡眠。这些健康习惯非常好，也是很值得称赞的事情。不过，作者指出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内脏保持温暖。如果内脏不够温暖，那么患病的风险仍然很高。但请首先记住作者的一个关键观点：不管尝试什么健康法，如果同时没有温暖内脏，那么一切努力都可能会付诸东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通过提高内脏的温度可以远离疾病；第二，造成内脏寒冷的3个原因；第三，让寒冷和虚弱的内脏恢复活力的3种方法。那么，让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，探讨为什么提高内脏温度可以远离疾病。首先，什么是内脏温度呢？这与普通体温计测得的数值不同。体温计通常测量的是体表温度，即身体外部的温度，而与身体内部的内脏温度有差异。健康的人的内脏温度通常比体表温度高1至2度。理想的内脏温度应该在37.2度到38度之间。当内脏温度低于这个范围时，内脏由于寒冷会变得动作迟缓，就像我们进入一个过于寒冷的房间时，身体会僵硬，无法发挥正常的表现能力。内脏在寒冷时也会失去应有的功能。由于内脏功能的下降，人体自带的各种健康机能无法正常运作，这会导致患癌症、肾病、心肌梗塞等疾病的风险增加，同时也容易引发高血糖、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，以及感冒、流感等传染病。此外，基础代谢下降，使人更容易发胖，还可能导致肩颈痛、腰痛、便秘、胃胀等症状。内脏温度过低还会使自律神经紊乱，导致易怒、注意力不集中、缺乏动力等精神方面的问题。然而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提高内脏温度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各种疾病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将具体介绍提高内脏温度的好处：1、延缓衰老； 2、更容易减肥； 3、提高免疫力，预防各种疾病。首先，关于第一点，延缓衰老，大家都不想变老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作者指出，对抗衰老特别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提高内脏的温度。为什么提高内的脏温度可以使衰老变得不那么容易呢？关键在于活性氧。我们通过呼吸吸入大量氧气，并利用这些氧气产生能量，但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具有氧化作用的活性氧。我们每天吸入的氧气中，大约有2%会转化为活性氧，而这种活性氧不仅是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成因，还会加速血管和皮肤的老化，导致动脉硬化、皱纹和色斑等老化现象。因此，如果您希望长久保持健康和年轻，就必须控制活性氧的过度增加。而事实上，当内脏温度降低时，活性氧就会过度增加，这是因为抗氧化酶的作用会减弱，而抗氧化酶正是帮助我们中和活性氧毒性的物质。此外，除了消除活性氧之外，内脏温度升高还会促进新陈代谢，从而防止外在的老化。新陈代谢加快后，老细胞与新细胞的更替变得活跃，肌肤的弹性和光泽会得到改善。同时，细胞更替的过程还能够帮助身体恢复疲劳，使您拥有一个更强壮的体魄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内外的年轻活力，请提高您的内脏温度。不仅如此，提高内脏温度还能预防大脑的衰老。最近，如果您发现自己很难记住人的名字，或者无法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，
这些症状通常是由于年龄增长引起的大脑衰老。到了某个年纪，这些问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。然而，通过改善血液循环、提高内脏温度，可以激活大脑，减缓衰老的进程。大脑的活跃需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而这些都依赖于血液的输送。如果血液循环不良，营养无法充分供应大脑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功能会进一步衰退。食用胡椒可以强化血管，提高内脏温度，改善血液循环。那么接下来我将解说提高内脏温度的第二个好处，更容易减肥。想要减肥是许多人共有的愿望。对于这些人，通过提高内脏的温度，您可以获得一个健康且容易减肥的身体。尤其是那些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减肥的人，可能是因为内脏温度下降所导致的。因为内脏温度每下降1度，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大约15%。对于成年女性来说，这相当于1颗饭团的热量。如果内脏温度持续降低，即使饮食量没有变化，也会导致体重增加，减肥变得更加困难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内脏温度升高，基础代谢率就会上升，每日的消耗热量也会增加。如果饮食量不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减肥方式。而且，基础代谢率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消耗皮下脂肪，还能更容易减少堆积在内脏周围的脂肪。这种脂肪会增加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动脉硬化等风险。因此，对于那些为了健康而想减肥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极好的减肥方法。免疫力是指身体抵御各种病毒和病原体的能力。当免疫力下降时，身体就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。为了维持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，重要的是要通过吃一些特定的食物，以及进行适当的伸展运动来提高内脏温度。有研究表明，内脏温度每升高1度，免疫力可以提高5倍；而内脏温度每降低1度，免疫力可能下降30%。虽然免疫力的具体数值化仍不完全明确，研究表明，提高内脏温度确实能显著增强免疫力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提高内脏温度，以保护自己免受健康威胁。当内脏温度降低时，免疫力会下降，导致癌症风险显著增加。这是因为免疫力下降30%会增加体内原本可能形成的癌细胞的扩散风险。而且，癌细胞喜欢低温，35度左右的环境下，它们最为活跃。低内脏温度为癌细胞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。相反，高温对癌细胞则有抑制作用。因此，提高内脏温度对于预防癌症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，我将解说内脏温度降低的3个原因，并从消除这些原因开始。作者表示，如果我们在内脏温度低的情况下进行步行、按摩等健康活动，就像是试图强行让引擎故障的汽车运转一样。有些人的体温虽然正常，但内脏却可能较冷。根据作者的经验，不仅是感到冷的人，连那些感到温暖的人，约有60%的内脏也可能是冷的。内脏的温度不像体温那样可以用体温计直接测量，但有一种方法可以大致判断内脏是否冷却，那就是将双手分别放在肚脐的上下两侧。如果上面的手比下面的手更暖和，那么内脏可能存在冷却的情况。许多人内脏冷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：一、从身体内部降温的饮食习惯；二、导致血流不畅的生活习惯；三、扰乱自律神经的生活习惯。这些因素会导致内脏冷却。因此，在提高内脏温度的方法的同时，我们还需要远离这些导致内脏冷却的原因。提高内脏温度的方法将在第3部分详细解释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逐一解析这3种导致内脏冷却的原因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：从身体内部降温的饮食习惯。这是导致内脏冷却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当冷饮或冷食进入体内时，会直接导致内脏变冷。例如，本书中提到的生蔬菜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食材。生蔬菜被认为是体内降温的代表，特别是如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等夏季蔬菜，
还有热带地区采摘的蔬菜和水果，这些都有较强的降温作用。这些夏季蔬菜和热带水果通常含有较多的水分，这会导致体温下降。这里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这些蔬菜，而是建议在食用这些降温食材时，尽量先将其加热，并且不要过量食用。相反，也有很多蔬菜具有温暖身体的效果，例如生长在地下的根菜类，如胡萝卜、牛蒡、莲藕和各种块根类蔬菜，都具有温暖身体的功能。如果你喜欢吃蔬菜，可以积极地选择这些温暖身体的蔬菜。此外，早餐时食用的酸奶也需要注意。虽然很多人习惯早餐时吃酸奶，但酸奶在早晨食用的时机并不理想，因为早晨是一整天中体温最低的时段，在内脏已经冷却的情况下，再吃酸奶会进一步降低体温。酸奶中的乳酸菌效果，无论是午餐还是晚餐时食用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您非要在早晨吃酸奶，可以在吃完酸奶后再摄入一些温热的食物或饮品，以防进一步降温。总的来说，避免食用冷饮和冷食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您工作结束后想喝冰啤酒，虽然可以理解，但这会直接导致内脏温度的下降。此外，如果您习惯在家里喝冷饮，建议改为常温饮品，特别是喝水时，也最好选择常温水。接下来，我们讨论第二个原因。血液循环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内脏降温的原因之一。暴饮暴食、穿着压迫血管的衣物，以及不良姿势等都会影响血液循环。我们体内的温度能够保持稳定，是因为血液能够流遍全身。为了维持理想的内脏温度，体内产生的热量通过血液运输到身体的每个角落。因此，如果血液循环不畅，热量就不能有效的输送，导致内脏温度逐渐下降。本书中提到的一个血液循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足浴。虽然足浴看起来可以让人感到温暖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会导致内脏降温的沐浴习惯。如果你想温暖内脏，应该选择半身浴。确实，足浴在浸泡的时候感觉很舒适，但当脚从热水中拿出来后，扩张的血管会迅速散失热量，从而导致内脏降温，形成凉状态。为了同时温暖脚部和内脏，推荐进行半身浴。半身浴能让身体更好的温暖，因为减少了水量，可以减轻对心脏的负担，能够更长时间的浸泡，使身体从内部变暖。至少要泡20分钟以上，直到头皮上有汗水滴落为止。水温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，只浸泡到肚脐以下的部分。如果您不喜欢半身浴，至少要比淋浴更长时间的泡在浴缸中。另外，如果您因为脚部冰冷而睡觉时穿袜子，这种习惯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，应当避免。接下来讨论第三个原因：扰乱自主神经的生活习惯。人类的心脏、肠胃、血管等器官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两种自主神经系统控制。然而，自主神经系统的平衡可能因压力、生活节奏的混乱等原因而被打乱。自主神经系统的紊乱会导致隐藏的体寒现象，这种现象表现为体温正常，但内脏温度却偏低。接下来，我们具体解读一下如何提高内脏温度。作者提出了以下3种方法：终极温暖食材长胡椒、防寒贴、温热拉伸。我们将逐一简单明了地介绍这3种方法。首先，第一步就是使用长胡椒，是一种香料。虽然它的味道与胡椒类似，但它的辛辣味更为强烈，同时散发着独特的异国香气，能够增加食欲。可能有些人第一次听说这种香料，但在印度，长胡椒自古以来就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香料，也被用于药物中。这种长胡椒被称为终极的温暖食材，食用它可以显著提高内脏的温度。使用长胡椒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将其撒在平常的食物上即可。虽然这种香料不常见，在许多超市或百货商店的香料区可以找到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也可以用生姜粉来代替。
虽然生姜作为一种温暖食材也很常见，但作者建议，想要更有效地温暖内脏，使用长胡椒更为合适。用长胡椒代替胡椒即可，每天只需使用大约1克，约等于1/2小勺。这种用法可以显著提高内脏温度。虽然个人口味不同，但您可以尝试将长胡椒撒在味噌汤或乌冬面上，替代原来使用的胡椒。特别是将其用于给肉类调味时，可以去腥味，非常推荐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解内脏温度的第2种提升方法——防寒贴，那就是避免身体散热。方法是将防寒贴贴在血管显露的地方，这种方法被称为防寒贴。冷感体质的人常常会感觉到脚冷，这是因为从脚部皮肤下的血管中热量流失。对于那些有冷感的人，特别是对冷感有自觉的人，最重要的是通过阻止热量散失来进行对症治疗。避免热量从血管中流失其实很简单，只需将贴膜状的防寒贴贴在3个关键位置：1. 脚背中央，2. 内踝稍下，3. 膝盖后侧中央。这些地方是血管显露且热量容易流失的区域。此外，如果您感觉到其他地方有冷感，也可以将防寒贴贴在那些部位。推荐使用药店里售卖的医疗用防水贴，最好选择厚度在30微米以下的薄款。由于这些胶带是医疗用的，不易引起皮肤过敏。如果不觉得不适，可以全天贴着，但如果感到发痒或皮肤出现变化，请立即摘掉胶带。接下来，我们讲解内脏温度提升的第3种方法，那就是增强产生和输送热量的能力。要增强热量产生和输送的能力，可以通过锻炼，特别是增强核心肌肉来实现。本书介绍了一种非常高效的家庭温暖伸展运动，只需3分钟时间，适合在短暂的空闲时间内进行。这种伸展运动包括3种不同的动作，每种动作都只需1分钟，总共大约3分钟即可完成。以下是温暖伸展运动的3种动作，每种动作每天做1次：直升机伸展运动、抬腿加油姿势伸展运动、弯腰伸展运动。这3种伸展运动的总时间约为3分钟。虽然大家每天都很忙，但每天抽出3分钟来进行这些运动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我们来具体讲解每个伸展运动的做法。首先介绍第1种直升机伸展运动。坐在椅子上，保持背部挺直，双手伸直，举到肩膀高度，向前伸展。将双臂伸展的同时，将上半身向右扭转。在扭转到极限的位置时，保持5秒钟。完成后，接着进行左侧的动作，这样做5次即可。非常简单吧？接下来坐在椅子上进行与之前相同的动作，然后站起来重复这个动作，这样直升机拉伸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是第2个动作，首先挺直背部坐在椅子上，将右肘弯曲并向前抬起，直到右肘尖和左膝碰触时，将右肘放下，同时抬起左膝。这个动作要有节奏的重复大约30秒，做20次。左侧也以相同的方式重复20次，完成后和之前一样，然后站起来重复这个动作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是第3个动作，弯腰伸展运动。首先挺直背部坐在椅子上，将双手分别放在大腿上，双手沿着大腿滑动，慢慢将上半身前倾，尽量保持3秒钟。这个动作要做20次，然后站起来重复这个动作。这些运动都非常的简单，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
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